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今天我才发现，炒包菜可不能直接放锅里炒，很多朋友都犯了这个错误，难怪炒出来的味道比不上饭店的好。今天我想分享一个小窍门，保证你炒出的包菜既脆爽又美味，鲜香四溢。处理包菜时，先将其对半切开，一个怕不够吃，所以用半个，仔细剔除中间白色的硬菜梗。这一步能让炒制后的口感更显爽脆。接着把包菜切成大小适中的块状。包菜是餐桌上的常客，价格亲民又耐储存。它吃法多样，可清炒、凉拌、做馅，还能入汤或腌制成泡菜。再轻轻地下手将每片菜叶掰散，将切好的包菜放入大碗中，加入1勺食盐。接着倒入清水没过食材，用手轻柔地抓拌叶片，让盐分充分溶解，并渗透到每片菜叶的缝隙里。这不仅能深度清洁包菜表面的杂质和残留，还能通过盐的渗透压，让包菜提前微微脱水，变得更易入味。抓拌均匀后，静置2至3分钟，然后再抓拌一下。将包菜捞出沥干水分，放入盘中备用。经过这一系列处理，包菜干净又卫生。接着准备一把粉丝，放入干净的碗中，缓缓倒入温水没过粉丝，使其从硬挺逐渐变得柔软顺滑。浸泡过程中可轻轻搅拌一下，确保粉丝受热均匀，大约5分钟左右。再准备一块五花肉，把它切成片。切成厚度均匀一些，这样能保证炒制时快速熟透，又能让油脂充分析出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取一小段胡萝卜，斜切成薄片。菱形的切面不仅美观，还能让胡萝卜在受热时更均匀入味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取一块生姜，切成片，姜的辛辣能为菜肴去腥增香。一把大蒜，把它切成片，蒜片在热油中会迅速激发浓郁蒜香，成为这道菜的香气基底。一把小葱，把它切成小段。切好后，把葱白和葱叶分开放。最后切几个小米椒，先去蒂，再切成薄片。鲜艳的红椒不仅为菜品点缀色彩，更带来丝丝缕缕的辛辣感。层次丰富的辣味能瞬间激活味蕾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粉丝完全泡软了，即可捞出沥干水分。放入盘中，把它剪短一点，这一步能让粉丝更好地吸收汤汁，口感更入味。接下来起锅，锅中倒入清水，大火烧开后，加入1勺食用油，这层油膜能在焯水时包裹住包菜，不仅锁住水分，还能让菜叶保持鲜亮翠绿的色泽。将预处理好的包菜倒入沸水中，立刻用筷子轻轻翻动搅拌，让每片菜叶都能接触到热水。焯水时间在30秒左右，这是让包菜保持脆嫩口感的关键。时间过短无法去除生味，过长则会让叶片变软失去嚼劲。随着包菜在沸水中舒展卷曲，原本的鲜绿色则愈发透亮。此时迅速用漏勺将包菜捞出，沥干水分后装入大碗中备用。经过这道热油加沸水的双重加持，包菜既保留了自身的清甜脆爽，又为后续炒制做好了充分准备。再起锅，倒入适量食用油，开中火加热至6成热，能明显感受到温热气息，油面微微波动却未冒烟。放入切好的五花肉片，保持中火翻炒，
看肉片在热油中逐渐蜷缩，边缘微微泛黄，油脂滋滋渗出，空气中弥漫起醇厚的肉香。对了，特别好奇屏幕前的你，来自哪个城市或地区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坐标。能和五湖四海的朋友通过美食相遇，想想就很奇妙。如果还没关注我的频道，不妨点击订阅按钮，后续会持续更新更多实用生活小技巧、家常美食秘方等干货。每一次更新都是为了与你分享更多美好。待五花肉炒出油脂，香气浓郁时，加入胡萝卜片，继续快速翻炒。胡萝卜在高温与油脂的双重作用下，渐渐释放出天然的甜香，橙红色泽也愈发鲜亮，与金黄的五花肉相互映衬。随着翻炒，胡萝卜吸收了部分肉汁，口感变得软而不烂，同时激发出一丝独特的红油。五花肉与胡萝卜在锅中碰撞出诱人色泽后，正是添入灵魂香料的绝佳时机。将切好的姜片、蒜片、葱、小米辣一起放入锅中，热油瞬间将其包裹。刺啦声响中，葱姜蒜的辛香被彻底激发，浓郁香气迅速在厨房弥漫开来。紧接着倒入焯过水的包菜，大火快炒半分钟，让叶片在高温下快速收紧，锁住脆嫩口感。待包菜微微变软，立即加入泡发好的粉丝，粉丝一入锅，便迫不及待地与包菜交织缠绕，在锅铲的翻拌下，逐渐融为一体。此时，依次淋入一勺醇厚蚝油提鲜，一勺生抽增香，一勺盐定味，火力不减，持续翻炒1分钟。调料在高温中化作酱汁，均匀地渗透进每一片包菜和每一根粉丝里。粉丝吸饱了，汤汁变得晶莹透亮，爽滑弹牙，包菜依旧保持着爽脆清甜。每一次翻炒都让香味愈发浓郁。最后，将色泽诱人的小炒包菜盛出装盘，这样一盘家常小炒包菜端上桌，绝对是全家抢着吃的下饭利器。夹一筷子送入口中，粉丝吸饱了汤汁的咸香，软滑中带着微微的嚼劲，每一口都能尝到蚝油与生抽调和出的醇厚鲜味。包菜则依然保持着爽脆的口感，咀嚼时咔嚓有声，清甜的菜汁混着肉香，蒜香在舌尖迸发，连带着小米椒的微辣一同刺激味蕾，让人忍不住多扒2口饭。如果你也想成为生活小能手，动动手指点个关注，就能第一时间解锁更多开挂技能。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美食经验，说不定下一期的美食灵感就来自你的留言。无论是美食制作、家具清洁，还是日常小妙招，都将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。点赞、转发、评论3连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，一起发现更多生活惊喜。